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习小厨的菜园子。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草木灰吧。草木灰顾名思义，就是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燃烧完之后剩下的灰。有人说草木灰是有机肥，但我不这么认为。很明显呢，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完之后剩下的。那么烧掉的是什么呢？就是植物中含有的有机成分。有机成分都被烧光了，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无机物了。所以呀，纯正的草木灰是一种无机肥。虽然呢属于无机肥，但是草木灰呢和其他的化学无机肥还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有机菜园里还是很有价值的。而且自己做的草木灰呢都是废物利用，几乎是零成本，所以很受家庭有机种菜的欢迎。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下怎样制作草木灰，然后再来浅谈一下草木灰在菜园里怎样使用。我们先来看怎样制作草木灰。在有大片田地的农村呢，就把堆积在空地上的干麦秆、干枝、稻草什么的点燃一烧，就会产出大量的草木灰了。但是我们这样没有大片农田的普通居民区呢，就这样做就很危险了，安全隐患非常大，而且社区也不会同意的。所以以下是我制作草木灰的方法。现在我身边的这个呢，是我用来烧草木灰的器具，是一个家用的篝火炉，一个铁炉子，很多地方都有卖的这种，就是在后院篝火用的。如果没有这种炉子呢，还可以找一个比较深的铁桶，也一样可以用。还有人用铁皮桶制自篝火炉子的，也是很有创意的。总之呢，就是需要一个比较深的耐高温的容器就可以。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原材料。我一般用来烧的免费材料呢，基本上是平时落在地上的干树叶、剪下来的干树枝，这些啊都属于花园废料，都是免费的，零成本。平时清理院子呢，就把它集中起来，然后点火一烧就可以了。但是用这些东西来烧有个缺点，就是烧起来的火会非常旺盛，火苗很高。这样的火呢，如果是有风天就比较危险了。所以大家在烧这些时啊，一定要小心，不要在炎热的季节和大风天来烧。其实呢，这些干的花园废料也是有限的，所以呀，平时我用的最多的其实是这种 firewood， 这个就是家用壁炉或者是篝火用的柴火，这种是买的，一般在加油站和邦宁斯都有卖的。这种柴火烧起来的火苗就很温和，不会像干树叶、干树枝那么特别旺盛的大火。当然，我也不会为了专门烧草木灰而购买这种柴火，那样成本就太高了。而是平时有时候我们会在周末和朋友啊、家人在晚上小聚的时候，在后院点上篝火，聊聊天、烤棉花糖什么的。小聚过后呢，炉子里留下的柴火灰就是宝贵的副产品草木灰了。如果你家里有壁炉呢，那就更容易了。冬天点完壁炉，炉子里的灰就直接是现成的草木灰了。刚才说了，这种燃烧殆尽的草木灰是无机肥。不过我现在做草木灰呢，有时候会在没燃尽之前呢，用一点水把火喷灭，像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剩下的这些和纯的草木灰的颜色就不一样了。这个黑色的残留其实很多是木炭。我现在呢比较喜欢用这种不纯的木炭一样的草木灰作为肥料，这里面还有没燃尽的有机物，所以呢它含有更多的养分，就不完全是无机肥了。只是由于没有燃尽呢，这种有的块比较大，需要砸一砸，砸碎了再使用。这里有个小知识点，草木灰里到底有什么营养成分？通常来说啊，草木灰里含有的钾元素是非常多的，这些钾元素以碳酸钾的形式存在，所以草木灰啊可以作为非常好的无机钾肥。钾肥呢可以调剂植物中的水分和养分的平衡，提高植物抗寒抗病的能力，还能促进结果的植物果实更甜。钾肥不足啊，植物就容易干旱，容易生病虫害。其实除了钾肥之外呢，草木灰里含有不少的磷和钙，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些都是植物生长所必须要的元素。营养这么丰富，所以很多人喜欢用草木灰来做肥料。一会儿呢，我会介绍草木灰怎样在菜园中使用。这里呢，我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啊，我们自己制作的草木灰呢，由于使用的材料不同，里面的成分也是不同的。
比如用木质的材料烧，就比用干草类的材料含有的营养物质多。而且同是木质材料，在不同的木材中啊，像用橡木啊、枫木啊这样的硬质木材烧成的，就会比用松木啊、冷杉木这种软质的木材烧成的里面的含有的营养物质和矿物质要多很多。所以具体啊，你做的草木灰里面含有多少营养，要取决于你使用了什么样的材料。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啊，我们经常在家吃烧烤用完的炭灰能不能当草木灰用？我的答案是啊，大部分的情况我不建议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常买到的烧烤炭就是这样的，这种炭呢，里面添加了很多的镁粉和助燃的化学物质。这种助燃剂呢，有的是矿物精油，有的是甲醇或乙醇这样的酒精基的。这样的化学物质啊，在燃烧后仍然还会残留一些有害物，对菜园不但没什么好处，还有害处。所以这种烧烤炭灰我不建议用。但是市面上现在也有不添加化学物质和镁的纯木炭，那么这种纯木炭烧成的灰是可以在菜园里使用的。所以在收集这种炭灰之前呢，你要注意你用的是什么炭，这决定了这些炭灰能不能使用在菜园里。接下来我要说一下在菜园中怎么使用草木灰。我今天要介绍2种在菜园中使用草木灰的作用和方式。第一种啊，是我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把草木灰直接撒在土中作为肥料使用。由于草木灰中含有大量的钾、钙和磷，把草木灰直接撒入土中作为营养物质呢，是又简单又有效的使用方法。但是一定要记住一点，不要放太多。一般的土壤如果没有过酸的话，正常的微酸性土壤是 pH 值6到6.5之间，这个 pH 值呢，适合大部分蔬菜水果的种植。对于这样的土壤呢，草木灰的使用量就是每平方米撒2把就可以了。对于 pH 值过低，低于6的土壤，这样的土壤呢，可以适量的增加，比如每平米可以撒3到4把。对于 pH 值高于7的土壤，我就不建议用草木灰了，因为那样会使土壤的 pH 值更高，呈现碱性土壤。除了一小部分喜欢碱性土壤的植物外，大部分的植物呢都不喜欢生活在碱性土壤中。使用草木灰作为肥料呢，我通常是会在种植之前，在土壤里撒上一些草木灰与基肥一起使用，然后翻拌均匀，然后再种菜，这样能为植物更好的成长打好基础。特别是在种番茄的时候，用草木灰可以使番茄长得又大又甜，还能有助于减少番茄的起腐病。同时呢，如果土里含有一些草木灰呢，还可以起到对土里的虫卵地下虫害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第二个草木灰在花园中的使用和作用呢，是草木灰可以调节土壤的 pH 值。由于草木灰呈碱性，特别是在遇到水之后会分解出盐和碱，因此它可以替代花园石灰，在那些 pH 值过低的土壤中作为调节土壤酸碱度、提高土壤 pH 值的调节剂使用。用这种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打算使用大量的草木灰在菜园的土壤里，作为土壤的调节功能使用，一定要在使用之前检测土壤的 pH 值，而且在使用的3个月、6个月要分别再次监测土壤的 pH 值，以避免使用过量，因为大部分的蔬果都喜欢弱酸性的土壤。此外，草木灰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用法，这些呢在以后的视频中我会慢慢的分享出来。在本期呢，我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草木灰不能用于什么。综上所述啊，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草木灰的碱性属性了，所以它不适合用在很喜欢酸性的植物周围，比如蓝莓、杜鹃花、栀子花。这些很喜欢酸性的植物呢，还是不要用碱性的物质来打扰它们，以免影响它们的成长和结果。好了，这期关于草木灰的重点大家都记住了吗？没记住也没关系，订阅收藏我的频道，有需要的时候再翻出来看看，随用随看就行啦。还有看完了视频，别忘了帮小厨点个赞哦，这样我才有更多的动力来制作更好的家庭种植视频的分享。好啦，今天关于草木灰的介绍就到这里了，我之后还会慢慢分享关于大家非常关心的施肥的话题，感兴趣的话请继续关注我，不要错过。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一期再会。